喂，老板，我点的这个锅巴土豆啊，你给它名字写错了。哎，它应该叫锅巴洋芋，而不是叫土豆。洋芋才是它最正宗的名字，你晓得不？哪样？你才有病哦！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Jessie 的图书馆。我们今天聊洋芋，好吃。外焦里嫩，好吃的很。众所周知，土豆、洋芋、马铃薯都是 potato。那么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名称呢？这些名字都是怎么得来的呢？哪个才是名门正宗？且听我娓娓道来。马铃薯，首先是马铃薯这个称呼。1700年，康熙松溪县志最早记载有马铃薯。上面说，马铃薯叶依树生，攫取之，形有大小，略如莲子，色黑而圆，味苦甘。那么这个马铃薯是不是我们现在的马铃薯呢？根据北京大学项梦斌考证，这里说的马铃薯其实是现代的黄毒，不是现代马铃薯。大家想也知道，现代马铃薯怎么会是黑色、味道苦的呢？最关键是叶依树生这句话明显不对。现代马铃薯既不是木本植物，也不是藤蔓植物，叶子不可能长在树上。叶子长在树上，果实黑色，味道苦，椭圆形，像马铃的，这正是现代鼠芋科鼠芋属的藤蔓植物现代黄毒啊。黄毒的那个豆，也就是猪芽，和山药的豆容易弄混，也有人把黄毒的豆像山药豆一样蒸熟了吃，但是其实黄毒啊有微毒，请大家千万不要尝试。1808年，日本著名的植物学家小野兰山在《蝶眼小读》中首次把 potato 叫做马铃薯，实际上是他看了那个松溪县志，误以为松溪县志中的马铃薯指的是现代马铃薯，也就是 potato， 因此把它借到了日语里来，用来指现代马铃薯。但是他忽略了1700年中国福建松溪应该是没有现代马铃薯的。即便在1808年小野兰山80岁生日的时候，他也说到马铃薯是他最近新认识的10款植物之一。那也就是说，在1808年的时候，日本有马铃薯了。难道他认为中国在1700年左右就有了现代马铃薯，而日本要到1800年左右才有马铃薯吗？这是学界的大佬一个小小的疏漏造成严重后果的典型例子。因为小野兰山的学界威望比较高从此 potato 就拥有了马铃薯的名称。而在这之前，马铃薯明明是中国福建松溪对现代黄毒的称呼。1879年，曾任清朝第一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黄遵宪，你瞧这个名字，一个清朝人起名字叫遵宪，寓意遵守宪法。黄遵宪出版了一本日本杂事诗，里面提到他在日本过名家有马铃薯，欲购之，给予直不受，就是给钱人家不要。黄遵宪是把马铃薯作为 potato 的称呼引入中国的第一人。马铃薯原本是中国的名词，被日本人借过去，又被中国人借了回来。这种情况在语言学上叫做回归借词。后面1897年出版的《食物通考》里面也特别说明了马铃薯即洋芋也，这就明确了黄遵宪所说的马铃薯，就是我们现代的马铃薯就是这个。总结，马铃薯一词最早是清朝福建松溪对现代黄毒的称呼，后来被日本植物学家小野兰山误读而借用去称呼 potato， 并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了日本对 potato 的通用名称之一。再后来又被清朝驻日官员黄遵宪借用回来，以至于现在马铃薯一词在中日两国都是指 potato。第二个，土豆
土豆。马铃薯的名称的由来已然算得上是一波三折了，而相比之下，土豆的故事则更为复杂，也更加古老。南梁时候，黄毒。南梁的时候，那就是宋齐梁陈南北朝时期，陶弘景著的《本草经集注》当中，描述了一种生长在山谷、2月采收、形状像小玉子、肉白皮黄的植物。当时他认为那是赭葵。那么这个东西跟我们现代的土豆有何关系呢？且听我道来。唐代土卵、土玉。唐代药学家苏晋所著的《新修本草》当中，修正了陶弘景的说法，认为陶弘景记载的那个不是赭葵，实际上是唐代所说的土卵。在南梁时期，人们称之为黄毒，通常是蒸了吃。注意，这个地方说的黄毒又不是我们现代所说的那个有毒的黄毒，现代黄毒是鼠玉科鼠玉属的。那么这种又叫土卵的黄毒，我们姑且就叫它南梁黄毒吧。同样生活在唐代但稍晚一些的药学家陈藏器，又在其著作《本草拾遗》当中称之为土玉，芋头的芋。宋代土豆，终于见到这个词了。宋辽时期，今天北京昌平一带的人们称之为土豆。光绪《顺天府志》引用宋代昌平宋志的说法，土玉亦名土豆，圆如卵，可蒸食等等这个土豆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土豆呢？元代香芋、落花生。最晚在元代，中国人已经开始人工栽培这种土豆，并且分为香芋和落花生2个品种。姑苏志和松江府志都说落花生长得像芋头，但没有芋头好吃。姑苏志还说香芋产自嘉定南翔等等。落花生是土豆的一个品种，长得像芋头。没错，这个落花生它也不是今天的花生。那么同为土豆，作为它相近品种的香芋，那会不会是今天的芋头呢？会不会土卵、土豆、土芋通通都是芋头呢？到了明代，我们终于知道了这个土豆它的真面目。原来明代朱肃所著的《救荒本草》记载了一种叫做土卵耳的作物，说它长在山野中，藤蔓蔓延，像土瓜一样略圆，可以吃。对它的性状描述较为全面，和之前土卵、土芋、土豆的那些零星的描述都能契合。据专家考证，这个土卵耳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南梁就有的黄毒、土卵、土芋、土豆，都是它。最关键是这个东西现在还有，不论是名称还是食物都跟今天一致，就叫土卵耳。在拼多多上面，土卵耳又叫野洋芋、香芋，生鲜的土卵耳卖45块钱一斤这个比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土豆贵多了。原来自古以来的土卵、土芋、土豆、香芋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土豆 potato， 而是土卵耳。它是豆科土卵耳属缠绕的草本植物，那它自然也不是芋头。那这个香芋就和我们现在吃的香芋地瓜丸、芋泥饽饽完全是2个东西。顺便一说，关于元明时期土豆还有2个趣事。第一个是朱元璋曾经请教从南宋活到明代的100岁老人贾明，询问养生之法。贾明说，要点在于谨慎饮食，并且给朱元璋送了一本自己写的书，叫做《饮食须知》，里面说落花生土豆类也，形类相遇，小儿食之，过多则滞气难消。也就是说落花生是土豆的一种，形状像香芋，小朋友吃多了肚子胀不消化。紧接着又说，最近新出了一种落花生，俗名叫做长生果，形状长得像豆荚，它的果实像莲子，与黄瓜、鸭蛋同吃呢，就会毒死人。
吃多了呢会惊寒阳痿。哎，等等，这种新出的落花生不就是我们现在的花生吗？哎，没错，元明之际，落花生这个词啊，处于一名两用的状态，它既指土鸾儿，又指我们现在的花生，并且我们现在的花生的确是那个时候刚刚传入中国不久，所以大家对它还不甚了解，误会很深。花生只会让部分人过敏，并没有毒。至于说阳痿，那更是无稽之谈。另一个趣事是，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说，香芋一名土豆，一名黄毒，说他煮它的汁液拿来洗衣服，可以洗得洁白如玉。而现在我们知道，土鸾儿的汁的确含有天然皂苷，可以用来洗衣服，但是最好不要煮，用生的效果更好，它就像皂角一样的效果。但是再次强调，这里说的香芋是豆科植物土鸾儿，不是天南星科的芋头或者魔芋。你要是用芋头或者魔芋的汁液拿来洗衣服，不仅洗不干净，还会把衣服弄得黏黏糊糊的，干了之后的硬邦邦的，还有可能会导致皮肤过敏、红肿、瘙痒啊！扯远了。生活在明代嘉靖到万历时期的徐渭写过一首土豆诗，用榛子没有它质地软，焦白不及它滋味美等句子大力赞扬了土豆。据此，有的学者推断现代土豆中国早在万历时期就有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如果土鸾儿就是现代土豆的话，那现代土豆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南梁时期就在使用了。也的确有外国学者做出过这种推论，这都是因为他不清楚明代的土豆是指土鸾儿而造成的误解。到了清代中期，许多外来物种都已经引进了中国，并且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普及，比如说玉米啊、番薯啊，中国农作物的多样性大大增加。再加上人们对外来物种的命名往往采用本地作物的名称，借用本地作物的名称的方式，比如说玉米的米、苞谷的谷，许多中国农作物的名称就开始变得混乱了。而对于清代晚期的土鸾儿来说，情况则更加严峻，因为土鸾儿的种植范围已经萎缩了，至少在北京地区，不知从何时开始已经没有土鸾儿了。光绪《顺天府志》里面已经把土豆和芋头混为一谈了，竟然说土芋又叫土豆，有水旱两种。这怎么可能呢？有水旱两种的显然是芋头啊！既然土鸾儿本身都快消失了，那么它那一大堆名字被其他作物给借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正是在清代中期，我们现在所说的土豆及 potato 的确引入了中国，因为其食用部分相似，都长在根部，都是近似圆形，都富含淀粉，都可以蒸煮食用，所以在北方原来种土鸾儿后来不种了的地区，土豆这个名称啊就被外来的 potato 迅速给占用了。我推测山西把现代的土豆叫做山药蛋，也是属于类似的情况。山药藤蔓上面生长的株芽又叫山药蛋、山药豆，也叫灵鱼子。现代土豆传入了之后呢，普及的程度超过了山药蛋。当然，山药我们本来也不是主要产株芽，而是产那个块根。于是人们就把山药蛋这个称呼借给了现代的土豆。那同样是土鸾儿让出来的名称，香芋、土芋这两个名字为什么没有被现代土豆给占用了呢？因为芋字辈啊，还有一个大掌门芋头。芋头早在汉代的《史记》当中就有记载，因为芋头形状像蹲着的猫头鹰，故而被称为蹲吃。芋门从未衰落，甚至在清代，芋头还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土豆借用香芋或者土芋的名称，会造成更大的混淆和不便，而借用日渐式微的土豆，则不会产生太多的不良影响。总结，土豆一词原本指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土鸾儿，豆科土鸾儿属缠绕草本植物，它先后有过黄毒、土卵、土芋、香芋等别称。最终在清朝中后期，现代土豆也就是 potato 传入中国之后，土豆就成为了
土峦而衰退之后，北方地区对现代马铃薯的通用名称。第三个，洋芋。洋芋，如果说土豆和马铃薯这两个名称的来源让人剪不断，还理还乱，那么洋芋就没有这么多麻烦。洋芋就是现代的马铃薯 potato， 意思非常明确，因为它原先就不存在，是随着现代马铃薯传入中国而新造的一个词，自诞生之初就专指现代马铃薯，因此不会产生历史的误读。关于洋芋最早的记载是1788年湖北房县志，但这本书只说它是4大备荒粮之一，没有关于性状特征等更多的介绍。只根据此书，我们暂不能确知此处的洋芋就是现代马铃薯。到1865年新修的同治版房县志才有更详细的描述，说洋芋产在西南的山中，房县靠近城市的一带有稻田，浅山当中呢有苞谷，到深山当中呢苞谷都种不活了，就只能烧洋芋为食。洋芋形状像白薯，形状略圆，大者像拳头，小者像鸡蛋，像枣粒。这段描述已经让我们相信这里的洋芋大概率就是现代马铃薯了。但是由于缺少植株等关键性状的描述，还是不能100%确定。不过就在这2版房县志之间出现了关于洋芋的最重要的证据。1848年，清代吴其俊的植物名实图考首次刊行，其中卷6蔬菜类这一部分设有洋芋这个词条，首次对洋芋做出了当时最为详实可靠的记载。里面说，洋芋贵州云南有，它茎是绿色的，叶子是青色的，叶子大小疏密，长的圆的都不统一，根有白须，下面长着圆形的果实。如果把它的茎压下来，则它的根就长得繁茂，像番薯；如果让它的茎自由生长，则茎长而根就长得少，就像黄豆那么小。它是疗饥救荒，平民百姓的最爱。秋天的时候呢，硕果连连，味道像芋头一样，但是比芋头甜，像红薯一样，又比红薯淡。它的这个汤呢有一点腥，但是拿来炖了吃呢非常好吃。这个洋芋的叶子味道像豌豆苗一样，拿来下酒下饭都非常爽滑好吃。开的花儿是个紫色的五筒形，中间有青色的纹理，里头长着红色的心，上面顶着绿色的蕊，长得非常的好看。山西有大规模种植山西有大规模种的田，俗称为山药蛋，长得特别大，它的花色发白。在终南山那一带也有大规模种植，富裕者一年能丰收数百担。这一段描述从植物的性状、食用价值、产地、别称、备荒价值等全方位介绍了洋芋，其详细程度在此前的文献当中是从未有过的。该书的作者吴其俊，1789到1846年，是清代嘉庆年间的状元，长期为官，曾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同时也是著名学者与植物学家，毕生致力于植物学研究。在各地任职期间，他悉心考察、采集标本、访问农人，最终撰成了这部科学巨著。吴其俊不仅首次为洋芋设立了词条，更是通过精准的文字描述和精细的绘图，廓清了人们长期以来对洋芋的模糊认识，为中国现代马铃薯的早期栽培史留下了无可争议的文献证据与图像记录。书中有2点尤其值得注意，一者是洋芋这个词条，它是植物名实图考
在刊行时新增的内容，并没有出现在这之前这本书的文字资料汇编《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当中。这说明杨玉是直至吴其俊的时代才被清楚记载的，很可能他本人也是在此书出版之前不久才刚刚认识到杨玉。二者，吴其俊在此书中也清楚地区分了杨玉和土鸾儿，土鸾儿在此书当中叫做九子杨，再次明确了古代土豆也就是土鸾儿跟现代洋芋也就是 potato 不是同一个东西。另外，关于洋芋的描述里面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他说洋芋的叶子的味道像豌豆颠，下酒下饭都爽滑好吃。等等，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一道美食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总结，洋芋一词来源非常清楚，就是现代马铃薯传入中国之后，在云贵、湖北等山区的称呼。最早在1788年被记录，洋芋专指现代马铃薯，没有别的含义。一词多指造成的误读。马铃薯和土豆这两个称呼之所以有这么多误读，是因为它们都原本指中国既有的事物，后来又被借用来指现代马铃薯。这种借用既有事物的名称给新事物命名的方式，容易导致一词多指，进而造成误读，甚至连现代马铃薯的英文名 potato 都有过类似的误会。早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台湾在1650年代就已经种了现代马铃薯，这也是误读。原来英语的 potato 实际上是一词二指的，它的意思呢经历了3个阶段的变化。16世纪这个词刚出现的时候， potato 就是指番薯，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红薯、地瓜。16世纪末到18世纪，当真正的现代马铃薯从美洲传到了欧洲之后，人们也开始用 potato 来称呼它，于是 potato 就变成了一词两指，既指番薯也指现代马铃薯。在这段时期，如果不加说明， potato 多半还是指番薯。为了区分，人们会把番薯叫做 sweet potato 甜薯，或者 Spanish potato 西班牙薯，而把马铃薯叫做 white potato 白薯，或者 Irish potato 爱尔兰薯。那么19世纪至今呢，现代马铃薯在欧洲变得极其的重要和普遍， potato 这个词的含义，它的重心就转移了。如今如果不加限定， potato 默认就是指现代马铃薯，而番薯则有了一个自己的专属称呼，叫 sweet potato。 简单来说， potato 这个词从专指番薯变成了同时指番薯和现代马铃薯，最后演变成了呢专指现代马铃薯。这个词的变迁史也反映了现代马铃薯在欧洲地位超越番薯，后来居上的历史。所以当现代人发现1650年代有西方人留下了台湾种植 potato 的记录的时候，他们就误以为自己找到了台湾在1650年代就种植现代马铃薯的证据。然而实际上人家文献里面的 potato 是指番薯，台湾真正引种现代马铃薯要到1895年之后的日据时期。中国引入马铃薯的时间，中国学界对现代马铃薯起源的研究比较晚，都是在土豆、马铃薯作为 potato 的名称已经广泛普及之后才逐步开展研究的。由于思维惯性，就有学者根据1700年松溪县志当中马铃薯一词推断中国早在清早期就已经引入了现代马铃薯。更有人根据明代徐渭的土豆诗断言，中国早在明万历年间就已经存在现代马铃薯。然而根据前文介绍的北京大学向梦斌的最新论述，这些都是考证的疏漏，并非事实。那么现代意义的土豆、马铃薯洋芋到底是何时引入中国的呢？结合前文我们对现代马铃薯在中国的3个名称由来的梳理，土豆一词在晚清的时候成为现代马铃薯的称呼，马铃薯一词作为现代 potato 的名称，在1879年被引入中国。
洋芋一词在1788年首次被记录，而且专指现代马铃薯。我们现在很容易就能得出现代马铃薯就是在1788年之前一段比较近的一段时间之内引入中国这种推论，也的确如此。根据向梦斌的考证，日本现代马铃薯的引种成功也是在1777至1786之间。其考证的过程非常的详实，很有说服力。它主要就是依据2条证据：一，荷兰医生桑贝尔格在1775至1776年旅日期间留下的记录。他称，在长崎一带看到番薯广泛种植，现代马铃薯也已经尝试引种，但是未能成功。第2条，日本学者大龟玄泽在1785至1786年游学长崎时试吃过现代马铃薯，并且留下了记录，就说明日本长崎在1776至1786之间引种现代马铃薯获得了成功。这个时间范围已经非常精确了啊！详见其论文《中国马铃薯历史札记》。同时，他还根据日本最早称呼现代马铃薯为爪哇芋、雅加达芋等信息，推断出日本现代马铃薯是从东南亚传入的。向梦斌认为，中国现代马铃薯的成功引种也与日本相同，都在18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认为这并非偶然。一者，18世纪西方航海者与中日两国的接触在时间上还有行为模式上并没有明显区别，都是想要进行贸易。中日两国虽然都闭关锁国，但都有特定的开放的通商口岸，比如说广州、长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从他们在东南亚的贸易据点出发，到达日本和中国的通商口岸的时间也相差不大，甚至很有可能就是完全是同一条航线。所以说，从东南亚传入日本的现代 potato 极有可能同时也传入了中国。二者，中国有许多山区与日本的地理条件非常相似，两国都面临着人口增长、粮食需求增长的社会问题，那么引种现代马铃薯自然会成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选择。在同样的条件下，没有理由日本人种而中国人就不种。第三，明清以来，中国方志的编修非常的兴盛，各地都在编写自己的地方史书。洋芋作为一种产量高、耐贫瘠、适合备荒的新作物，其引种和推广必然会引起地方上的充分重视。因此，一旦洋芋在某一地区成功引种，便很有可能被及时的载入地方志，尤其是在各个地方都修治频繁，而且技术很详备的情况下，就很难出现那种洋芋已经长期广泛种植了却没有被记录这种情况。由此可以推断，洋芋传入中国的时间应当就是最早被地方志记载，也就是1788年前不久。中国马铃薯的早期推广，喝一口。然而，成功引种是一回事，是否普及、是否流行又是另一回事。虽然现代马铃薯已经是实至名归的世界第4大主粮，就连中国也在2015年官方宣布了马铃薯主粮化战略。但是在现代马铃薯传入中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它并没有很受欢迎，完全比不上它的老大哥 sweet potato， 也就是番薯、甜薯。进入近代以后，旅行者、外交官、传教士等各类西方人来到了中国，留下了丰富的见闻记录，其中就有不少提及现代马铃薯的。例如，史密斯在1863年评论澳门产的马铃薯时，他说比较小，而且水分多，不是很有营养。这说明澳门的气候其实并不适合种植马铃薯我们都知道，马铃薯更适合种在寒冷的山地。美国驻上海领事 Nevius 在1869年写道，中国有大量的蔬菜，包括很多我们所不熟悉的品种，番薯在所有省份都能看到，马铃薯直到最近才为人所知，然而中国人目前并不欣赏它。
1908年的清国驻屯军司令部主要记录在北京的事，书中写道：山药豆及马铃薯，一般清国人不食用，仅作为外国人的食品而售卖。同年的《北京志》也有同样的记录，可见当时马铃薯的确是不受中国人欢迎，而主要是外国人喜欢。Forsyth 在1812年论及威海的农业时，3次提到了现代马铃薯，现代 potato 所种的蔬菜很多，包括胡萝卜、萝卜等等等等，而欧洲人更青睐蔬菜如马铃薯、菠菜、芹菜等。在外国人的影响下，近来马铃薯已经成功的引种到许多地方，其他种类的蔬菜，例如马铃薯，可能会被引进，就像山西省那样。最近以来，马铃薯在山西那里已经成为了日常食品。根据以上这些文献信息，我们就可以得知，现代马铃薯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都并不普及。这时期，现代马铃薯在中国的推广，主要不是受中国人喜欢，而是由外国人的需求推动的。毕竟，他们喜欢吃现代马铃薯，而且他们通常出价更高，洋人有钱嘛。还可以得知，山西是最早普及现代马铃薯种植的地区之一。实际上，现代马铃薯在中国真正大规模的推广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啊，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再结合前文所述的1848年吴其俊的记录，杨玉云贵有之山西种之为田，可以得知，现代马铃薯虽然是从沿海引入中国的，但最早推广的地区却是云贵和山西这些山地省，这是符合现代马铃薯生长习性的。以上就是现代马铃薯在中国早期推广的大致情况。结语。至此，我们终于理清楚了土豆、马铃薯、洋芋这3个名称的来源，以及现代 potato 引入中国的时间和早期的推广。那么，哪个才是现代 potato 在中国最早、最正宗的名称呢？我认为是洋芋，你认为呢？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我是 Jesse， 我们下期见，拜拜。